你们说我是造了什么福才要来这家店啊？哎，我们是不是很久都没有吃过亏了呀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基。又到了吃亏的日子。最近在东京新开了家，看标题就很想打人的店。一般看到这种什么日本最贵的什么，他就是玩一个噱头，赚一波钱就关门。哎，但正好我今天就是想吃拉面，今天我就要看看他是怎么糊弄人的。到了门口之后，发现好像跟我一样想吃亏的人还不少。他家还是先买单再吃饭，这么小个店站了6个服务员，是怕我进来之后就跑了吗？靠北啦，不要瞧不起人哦。店里的装修甚至有点像夜总会，你看他这个筷子，好想顺回家呀。我们先点了一份日本拉面必备的煎饺，好家伙，这份煎饺就要1500日元，感觉服务员的眼神锁定了我。但有一说一，这个煎饺除了大好像就没什么。然后给我们上了一碗白面刺身，不是这什么玩意儿？第一次知道吃面之前还要吃这种东西，它就是凉水泡的面皮，然后让你蘸一点芥末吃啊！有人知道为什么吗？评论一下让我长长知识。接着就是我们的拉面了，先来看一下这个上菜姿势。12000一碗的拉面，这个就占了2000块吧。不过你们仔细看这个面啊，是不是和我一样发出了疑问？它是怎么贵到这个样子的？我怎么感觉里面有8000块钱都是噱头？吃了一口之后，你会发现它的面，这个面跟我的指头一样粗，是不是这种超级粗的拉面都很贵？面上铺了一层炒毛肚，其实就是一整份炒菜，然后就是这2坨宇宙巨星无敌叉烧。别的不说，这2个吃起来肯定会很爽。还有一个卤味流心蛋，再加上一片超大的烫金海苔。最奇葩的是碗底还有一层肥肠，怎么感觉主厨已经把能用上的料全部用了，然后做出了一碗大杂烩。这个汤还是那种很浓的鱼肉味增汤，就浓的来已经是粘稠的这种状态了。我快吃不下了。我吃完感觉这个配料还是值这么多钱，但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来吃一碗配料啊？到底是饿了几顿才能把这碗面吃完啊？其实它只卖2000日元一碗的话，好像还可以给一个8分。但如果你一看这个账单这什么呀？这是有人吗？这好了，今天就帮你们吃亏了，大家一定要远离噱头，好好吃饭啊！卡玩意儿。今天我又做了一件我一直很想做的事儿，就是我们本来是去大阪抢冰墩墩的，然后发现根本抢不过黄牛，那就索性去环球影城玩了一趟。然后我就在想，环球影城里面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是什么？那必须是史努比。嘿，狗儿子真的很可爱，但他也是最坑钱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现在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哈，接儿子回家。这个地方就是环球影城最大的史努比周边店，拿起购物筐，今天看这个店的阵仗，全部买一面是不可能的了。第一个是一只坐着的 Q 版史努比，他是我见过最可爱的。哎，你不要看。他是我见过最可爱的儿子，进去吧你！他家为了让我花钱也是使了不少招数，这整墙的小可爱都在向我招手，但是我已经拥有了一只，根本不会买。你进去吧你！给儿子找个玩伴，进去吧你！这种小物件水太深，拿来吧你！大家应该把握不住，建议慎重，拿来吧你！明明是2兄弟，为什么长相就差这么远？但我感觉这一只就是越看越蠢萌。进去吧你！然后还有卖这种最大号的，拿来吧你！这个放床上抱起来只有爽字能形容。这些小挂件虽然真的很坑，但我这手就管不住啊。乖。这个杯子看上去虽然非常普通，但它可以用来喝水啊，厉害吧？进去吧你！有些人表面是个围巾，但它其实是个披肩，这我真要不了，所以我们还是买点别的吧。这是1970年版的儿子，有一点复古又有一点蠢萌，乖惨！又发现了史努比的兄弟，这个呀好可爱，这个颜色，乖惨！看着这一筐的儿子们，我又露出了慈父般的笑容，果然是很爽的呀。我感觉我像是一个代购，不是代购，我自己的。但是买一时爽，付钱的时候下，其实也还好，单压也顺呀。结完账瞬间舒服了，姐妹们，我们定一个小目标吧，下次再来买一点点。今天的快乐真的是太简单了，看玩意儿！哇操！家人们，今天我们又是寄生虫含量超少的一期。你说这巴西烤肉在国内也不是没有吃过，但今天这家是真的让我解开了一些对巴西烤肉的误会。毕竟巴西本地人都说它好吃，所以我们就来了。对了，巴西的母语是葡萄牙语，然后葡萄牙语里面的厉害读作蹦，所以我一会儿要是吃到好吃的我就说蹦，要是我什么都没说的话，你们懂的。又到了吃肉的日子。这家店在日本有很多分店，但是每家的味道和氛围都不一样。我们挑的是它在东京市中心的总店。废话说太多了，我们直接开始吧。先来个鸡肉，鸡肉其实卖相不错，口感也很好，一口咬下去都是汁儿。就是要吃那个鸡腿肉，蹦，再来一份。他们这儿大概有20种左右的肉类，每种都会拿来现切，还会细心的摆好盘，让我一度怀疑海底捞式的服务已经卷出国了。吃块羊肉压压惊，羊油的味道特别的膻。接着是这块孜然羊排，桌上就能闻到迷迭香和羊油的味道。哇，外皮酥脆，内里软嫩，而且汁水还很饱满，就这样直接拿着骨头啃可太爽了，很容易就咬开了，特别的嫩。接下来这坨半生不熟的，看外表我已经不知道它是什么肉了，吃了才知道它是外面烤的焦香焦香的牛肉。它这个经过特殊腌制的味道真的很硬。对，我觉得他们家好吃的重点其实是香料，可以说巴西人对香料的独特见解都在肉里了。吃点蔬菜沙拉解解腻。虽然这盘牛油果沙拉真的很好吃，但是下次别拿了好吗？我还要吃肉呢。这个是我们点的，我又要给你们看一下 NONO 的饭量。这什么呀这？而且我发现他们家真的什么都很多汁，甚至连配菜洋葱都没有放过。还有烤地瓜，但这个就太干了。这个黄色的长方体是布丁软膏，我个人觉得它蛋黄的含量有点太高了。不过鸡蛋爱好者还是可以感受一下
下的。重头戏来了，薄切牛排。最近我确实对薄切牛排没有什么抵抗力。这个牛肉入嘴之后的口感就是它会温柔的接住你的牙齿，你真的会觉得你在嚼一坨鱼。这个比喻真的合适吗？还能延伸出芝士牛排的正确吃法。它那个咸一下会把那个皮给盖住。烤菠萝这道菜好像在网上还挺火的，确实好像在别的地方没见过这种做法，但我觉得它巨酸，它是不是把糖分都烤走了呀？这块巨嫩的肋骨肉也深得我心，虽然谈不上入口即化，但师傅把它烤的就像牛脸肉，既松软又有韧劲，我带我婆来吃都没问题。哇，好油！还有这块外酥里嫩的炉烤猪肉，这个真的好吃惨了，里面的肉还很紧实，在外面也就是焦脆了。蒜蓉鸡心本来是我今天最期待的一道菜，但它的蒜香味真的太重了。巴西人真的很喜欢香料，和地中海人有的一拼。吃了圈下来，让我总结一下：油重香料重，但特别的好吃。而且他们家的服务员，麻雀吃蟋蟀，确实帅啊！有些人评价这家店好吃到裤链都拉不上了，这个属实有点夸张了。但我感觉吃完这一顿还是可以横着出去的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嘿嘿，卡玩意儿。嘣！哇，你们看今天这份薄切牛排，真的是完美实现了我对牛排的幻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基。最近生了一场重病，在家躺了5天，好不容易大病初愈啊，天气还这么好，咱们就特地挑了这个好日子开荤。我们是不是很久都没有吃西餐了呀？然后我就去搜到了这家店，它是4大顶级牛排馆之一的美式老牌店，全世界总共好像11家，其中有3家就在日本，它也算是有80多年历史的老店了。那到了就是这个地方。予約したの6です。6，他们家这种老美国的装修风格真的很强烈，然后菜单非常迷惑，有很多这种什么什么 cut， 它其实就是薄切跟厚切的意思。选好牛排之后就可以去吃它自助餐的部分，这个部分超级的快乐，因为这个算是开胃小菜嘛，所以我们就拿一点这个还有这个，但是这个就是自助餐的错误吃法，大家以我为戒，不要向我学习。看到这盘了吗？这才是正确吃法，绝对不亏。他家的肉丸子跟盐酥鸡腿是真的很好吃，给一波8分。还有芝士番茄跟三文鱼，我们这种杂食动物就是快乐，但是三文鱼还是算了吧，它就像鱼界里面的猪油，但真的好久没有像这般敞开过吃了，忍不住就想对比一下。吃到这种欧洲人餐厅，你会觉得日本餐厅是多么的少吃。趁着牛排还没有来，我又订上了一排精致的小蛋糕。它这个地方有慕斯、泡芙、马卡龙。那本子就是吃起头，好快咯。但这个时候真的不要吃太多了，因为牛排马上要来了。他家上牛排的时候有个特点，就是桌前现切，大厨会拖的这种经典不锈钢餐车登场，有一种要大干一场的架势，但是下手却很轻手起刀落一份薄切牛排就上桌了。他们家牛排没有那种很花哨的摆盘，卖相属于朴实的那一挂，但它的配菜是真的实诚，钱包看到了都感到欣慰。5分熟的软硬是刚刚好的，温温热热，不仅嫩滑还挺多汁的。他用的虽然不是那种入口即化的和牛，但是美排的这种口感真的是相当的劲道，不愧是主打菜。牛排的3种配菜是可以选的，我强烈建议要选土豆泥，软糯又香甜，而且它有一种很浓的奶香味。你可以切一块牛排，然后放一坨土豆泥上去，那种细腻的奶香和嫩滑的牛肉在你嘴巴里面交织，4大顶级还是有道理的。这个真的是我吃过土豆泥里面最细腻的。这个菠菜碎也是这种奶奶的味道，但它搭配牛排吃起来会比较清爽。这家店的用餐时间只有100分钟，我们就一边拍摄一边吃，吃的现在就跟在赛跑一样。所以大家来的时候记得安排好时间。我真的很后悔刚才吃太多了，我们2个人吃到扶墙而出，而且他们家价格居然这么便宜，我们2个人才吃了1000块钱。总的来说性价比很高，超适合跟你的大胃王过来聚餐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，卡玩意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基。今年我们要去的第一个地方叫做夏吕，它是日本一个很有名的温泉乡。我们现在这个池子是在山顶这也是我今天的第一个满分推荐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走吧。它在日本的正中间，其实还比较偏，但是坐电车可以到，所以来这儿也不算费劲。到了这个地方之后，你就会发现，这真的好多温泉啊！因为这个地方的泉眼很多，所以到处都可以看到野汤，就像这种足汤。但冬天泡这个真的不冷吗？还有各种各样的5、60家温泉旅馆，这不比银山好吗？但是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一家，是这个地方最高级的一家。它在整个山的山顶，而且那个地方只有他们一家。还没到馆就会有大叔帮你提行李，有没有一种少爷回家的感觉？进门之后还有3个侍女等着你，他们其实主要是把你带进房间，然后给你讲解一下馆内的地图。是的，是地图，真的很复杂。房间就是这种典型的和式榻榻米，这个阳台真的很舒服。泡完温泉往这一坐，我就成了废物。接着就是带你去挑选浴衣，女士的有10多种，但男士的只有1种。为什么？浴衣的穿法我们就不用细讲了吧，反正记住左上右下就行了。接着就是今天的重点汤。这家店池子非常的多，但是下汤之前最好用木盆浇一下自己，不然直接进这种天然温泉会很难受。它是碱性单纯泉，清澈浓度不是特别高，但是水质比较柔和，感觉还挺适合女生来的。而且这里的池子人特别少，山顶的空气还很清爽。实在怕冷的话，还可以去这种室内温泉，你甚至可以去把每个池子都泡一遍啊。但可惜它并不是混浴，但是男汤跟女汤挨得比较近，每天都还会互换，所以小心不要走错了。好吧，起汤之后再喝一杯冰牛奶，然后我们再逛逛别的。这里面是一个典型的洋馆，里面还有歌舞厅跟游戏厅，是不是很适合情侣半夜来幽个会？但是服务员告诉我们，午夜12点千万不要往乒乓球桌下面看，嘿嘿，开个玩笑。玩完之后回到房间就差不多该吃晚饭了。接着服务员会帮你铺好床，因为这样你吃完之后就可以直接睡了。第二天早上起来可以泡个足汤，吃个早饭。对了，这家店的餐食真的好啊，感觉可以单独讲一期了。所以你们觉得这样的馆合适吗？我要是有个女朋友，应该会带她来住1个月吧。阿基推荐指数10分啊，这就是我的快乐老家，10分，卡玩意儿。